所以中国考虑外汇储备的多样性，建立自主的世界贸易结算体系，是必须明确的未雨绸缪。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如果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有什么后果呢？美联储的主席认为中国可能会远离美元。乌克兰战争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或金融方面的影响？这是全球都关心的问题。既然美国可以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那么中国会不会很担心美国也这样对待自己，搞一个替代 SWIFT 的结算体系，以防遭到同样的威胁呢？始作俑者美国当然也要评估相关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美联储算得上是权威机构。美联储的主席杰罗姆·鲍威尔3月4号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肯定会这样而且中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研究美元之外的外汇储备问题，并且一直在开发类似于 SWIFT 的国际支付信息系统。这个所谓的 SWIFT 协议近年来不断的被人们所提及，因为它经常动不动就被美国拿来当作制裁别国经济的大刀。SWIFT 本质是一种银行之间的交易和结算机制，主要影响的是用美元进行的贸易活动。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是平等的，那么这个 SWIFT 协议的威慑力就不会那么牛。正是因为美元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全球石油或天然气的交易基本上都是用美元的结算的。美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美元交易的重要性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当中还是很难被撼动的。网友们如果有在国外购物的经历，特别是刷卡买东西的经历，那就会知道我们在刷卡的时候都是要把人民币先折算成美元，再用美元的折算成当地的货币。这个转换机制就是 SWIFT 协议在发挥作用，而美国的银行从这2次递换当中都要收取手续费，所以每天全球海量交易给美国带来了不计其数的收益。那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和这个 SWIFT 协议挂钩，给他交手续费呢？主要是因为这个 SWIFT 协议很成熟，用起来很方便，能够实现快速的结算。特别是大宗的交易你没有办法用现金结算的，你只有通过大家都公认的这么个支付平台才能完成货物的贸易这就跟国际互联网的很多通信协议一样，虽然存在着弊端，但是大家已经很难摆脱了，都习惯了。正因为这个原因， SWIFT 协议就成了美国威胁其他国家的一种工具。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被踢出了 SWIFT 协议，那么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当中就会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结算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你不可能带着大量的本国的货币、现金或者是黄金去跟人家做买卖吧。而且在很多时候，美国政府可以通过银行体系直接阻止很多交易。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的下滑，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开始变得越来越不靠谱。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把中国从 SWIFT 协议当中踢出去。这个疯狂的想法当时被美国的经济界和商贸界一起摁住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的重要，如果把中国踢出 SWIFT， 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出口产业，更是美国的进口商和美国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件事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过度的依赖美元，过度的依赖 SWIFT 协议，对我们的经济安全是很大的隐患的。而且美国没有把中国踢出去，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出口产业比较强大，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讲商业道德。如今换了俄罗斯这样经济上不算太强大的对手，而且在石油天然气出口市场上还和美国形成了竞争关系，那美国是毫不犹豫的要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那将来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美国政府会不顾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把中国从 SWIFT 系统里面踢出去呢？甚至于禁止中国用美元进行国际结算呢？这种危险是大概率存在的。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下滑，出现一些崩溃性的现象，特别是发生一些威胁美国统治基础和政权稳定的事情，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几千亿美元的经济贸易关系可能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再如果中国发起统一领土的军事行动，美国很有可能会动用极端手段把中国从 SWIFT 体制当中踢出去。所以
中国考虑外汇储备的多样性，建立自主的世界贸易结算体系，是必须明确的未雨绸缪。实际上，在中国与俄罗斯上个月达成的能源合作协议当中，就明确的提出了用欧元进行结算。中国和欧洲做生意，中国得到了欧元。那中国和俄罗斯做生意呢，中国就用欧元和俄罗斯结算，俄罗斯再用欧元到欧洲的市场上去买东西，这就很顺畅，摆脱美元的控制。这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一声响亮的警告，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多年，对于这样的可能性和前景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后果是什么？他们清楚得很。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